2002年3月，阿富汗战争期间，美军特种部队在一次作战行动中遭到塔利班的凶猛攻击，导致一架支奴干坠毁，另一架严重受损，只能迫降。要知道，一架美军特种部队的 MH-47 造价在4000万美元左右，直接丢了是不现实的。因此，如何回收这架迫降的支奴干成了难题。美国陆军必须要找一架足够大、足够强的直升机来完成这一任务。此时，美军最大的直升机是 CH-53E 超级种马，在理想情况下，超级种马的最大外吊重量可达16吨。但支奴干坠毁的地方可不是美国大平原，这里是阿富汗海拔2500米以上的高原地区，空气稀薄，气候多变。在这里，超级种马最多只能吊 9.1 吨的货物。然而 MH-47 重达12吨，小马拉大车，显而易见的是，超级种马干不了这活儿。因此，美军找到了俄罗斯一家民用航空公司，花了30万美元租了一架来自苏联时期的钢铁巨兽米26来执行救援任务。作为当今世界上最大最重的直升机，米26长40米，高8.1米，旋翼直径32米，最大载重量高达20吨，和美军的运输机 C-130处于同一级别。对于这架性能猛兽来说，就一个小小的支奴干不在话下，甚至只用了一半的力，还绰绰有余。他轻松将美军迫降的支奴干运回了基地，顺利完成了救援任务。有趣的是，这并不是米26唯一一次展现他惊人的运输能力。除了在阿富汗救了2次支奴干外，米26还救过挪威空军迫降的海王直升机，甚至运过猛犸象以及图134客机。可以说，在这个星球上，如果你的货连米26都调不走的话，那就没有直升机能调走了。欢迎来到 Chris 军事基地，聚焦各国军备鉴赏。今天我们来说说现役全球最大直升机，来自苏联的钢铁巨兽米26光环。米26的研发源头可以追溯到上世纪50年代末期，当时苏联正面临着一个难题，那便是如何将重型机械和武器装备运到地广人稀的西伯利亚。2家设计局同台竞争，并给出了他们的解决方案，分别是卡莫夫设计局的卡22以及米尔设计局的米6。2架飞机走的是完全不一样的技术路线。米6是一款常规布局的运输机，最大内部载荷约12吨，设计虽然保守，但胜在可靠。而卡22则是一架极具创新意义的飞机，它拥有4个螺旋桨，其中2个用于垂直起降，2个负责长距离巡航，有点像是变异版的鱼鹰，可以兼具直升机和固定翼运输机的优点。1961年，卡22创造了多项世界纪录，包括了356.3公里每小时的飞行速度纪录，以及把16吨载荷提升到2557米的高度纪录。在当时那个年代，卡22的性能是无与伦比的。但问题也是显而易见的，它的传动结构过于复杂，2个发动机既要带动升力旋翼，又要带动前进螺旋桨，还涉及飞行模式转换、横向稳定、操作联动等诸多事项。结果就是卡22在1962年和1964年的2次测试中坠机，总计造成9人死亡。这2次事故彻底毁掉了苏联军方的信任，也让他们选择技术路线更加务实的米6。随着时间的流逝，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，苏联军方发现很多全新的军事装备重达15吨以上，现有米6的性能已经捉襟见肘，他们需要一款升级版的米6 Pro Max。此般背景下，为了满足苏联军方的新需求，卡莫夫设计局和米尔设计局开启了2番战。卡莫夫设计局推出了卡22的升级版卡35，和卡22不同，卡35的前进推力被改为了涡喷发动机，最高时速超过500公里每小时，最大载重20吨，在11吨的负载下可以飞行超过700公里，又是一架在当时那个年代极具想象力的性能猛兽。但问题在于，卡22的方案已经很超前了，卡35更进一步，完全变成了科幻电影里的飞机，要想实现它，技术难度过大，这导致卡35最终只停留在了图纸层面。同一时间，米尔设计局开始研究米6的升级版米6M， 但在研发过程中，设计人员发现要想击败潜在对手卡35，米6M 的性能还是不够出色，他们得打造一款全新的飞机，这款飞机便是米26。在设计之初，米尔设计局考虑了3种方案，分别是类似于 V12 的巨型横列旋翼布局，
类似于支奴干的纵列旋翼布局，以及最常规的传统布局。最终，米尔设计局还是选择了最稳妥、最可靠的老本行传统布局方案。在历时7年研发后，米6于1977年首飞，并在1981年的巴黎航展上首次亮相公众。当时，人们都被这架飞机巨大的体型所震惊，这是全世界第一次看到这种比许多固定翼飞机还大的直升机。1983年，米6正式服役，并于1985年开始生产民用版本。那说完了研发背景，下面我们来说说米6的设计细节。米6最显著的特征就是一副直径达32米的8叶片主旋翼，它是世界上主旋翼叶片数最多的直升机。比起传统直升机旋翼的4叶片或者5叶片设计，米6的8叶片设计既可以降低单叶片载荷，又显著减小了震动。旋翼整体由复合材料打造而成，单片重375公斤，外缘覆盖有钛合金，用于抵抗飞行时的砂石。此外，米6的主旋翼和尾桨还配备有电加热防冰装置，可以在极端寒冷环境下执行任务。机体则采用了铝锂合金和大量复合材料，在强度不变的情况下减轻了机身重量，空重约28.2吨，仅为最大起飞重量的一半。机身四周布置有数十个检修口，以方便维护发动机、变速箱和电气系统。动力方面，米6配备有2台洛塔列夫 D136 涡轴发动机，这款发动机可谓是动力充沛，还可靠耐用。它每台可以提供11400匹马力，是苏联重型直升机发动机的精品之作。发动机舱采用钛合金材料制造，并配备有灭火装置。2台发动机通过负荷分享系统工作，即便一台发动机失去动力，另一台也能继续维持米6飞行一段时间。米6体积庞大，操控复杂，要想驾驭这台猛兽，需要5人配合，包括了2名驾驶员、1名飞行工程师、1名领航员和1名电子通信官。因此，它的驾驶舱也是全世界最大的直升机驾驶舱。驾驶舱可以加压，甚至还配备了空调。机舱底部安装有一个向下拍摄的摄像头，能方便机组人员监控外部载荷的连接状况，并在恶劣天气条件下辅助降落。运输方面，米6货舱长12米，宽3.2米，高3.2米，可以轻松容纳各种军用车辆、卡车，甚至装甲车。货舱尾部配备有液压坡道，起落架高度也可以调整，能降低直升机后部，方便车辆进出和集装箱装卸。常规状态下，米6货舱最多可以搭载82名全副武装的士兵，而且每个士兵都有自己专属的椅子。极限情况下，如果硬塞，米6可以装200多人。1996年，在一次跳伞活动中，米6将224名跳伞员带到了6500米的高度，让他们一跃而下，创造了数项世界纪录。如果不带人，只拉货的话，米6可以携带20吨的各种物资。在1982年的一次试验飞行中，一架总重达到56.7吨的米6成功飞到了2000米的高度。时至今日，这都依然是量产直升机界最重载荷的记录。从纸面数据来看，米6无疑是当之无愧的性能猛兽，但对装备最好的检验，莫过于来一场真刀真枪的实战了。在实战这方面，米6可谓是经验丰富，他执行过各种高难度的运输任务。在阿富汗战争中，米6被首次投入实战，负责运输伞兵、摩托化部队以及各种装备。因为它体型巨大，苏联士兵将它戏称为奶牛。然而，米6虽然说能拉能装，但它装甲薄弱，在战场上十分脆弱，因此它大多在远离前线的后方战场运作。在1986年发生的切尔诺贝利核事故中，米6派上了大用场。和米8、米6相比，米6够大、够稳，而且它本身就有吊挂监视系统，这使得米6能在反应堆上方高温、高辐射的环境中停留更久。在切尔诺贝利，总计有30架米6投入使用，它们主要负责测量辐射，并投放隔离材料，覆盖受损反应堆，防止辐射扩散。苏联解体后，米6被广泛用于全世界各地的建设、救援和科研项目之中。1999年10月，在西伯利亚泰米尔半岛的冻土带里，科学家发现了一具非常特殊的猛犸象遗骸，它被完整地封存在了一大块冻土里。
科学家如果现场强行切割，很可能破坏里面储存了几万年的古环境信息，甚至损坏猛犸象的皮毛和骨骼。因此，他们想了一个非常大胆的办法，那就是整块搬走。面对史前巨兽的遗骸，只有现代的钢铁巨兽才有一运之力。10月17日，一架米26领命出征，把这块重约23吨、体积13.5立方米的冻土块，从泰梅尔半岛一路调运到了俄罗斯哈坦加的冰冻实验室，帮了科学家们的大忙。任务结束后，由于超出了额定载荷，导致这架米26不得不返回工厂，检查机身和旋翼有无发生变形。除了挑战极限外，米26还是冲在救灾一线的战士。2008年汶川地震后，北川唐家山发生大规模山体滑坡，形成堰塞湖。到了5月25日上午，湖水已经接近1亿立方米，而且还在以每天2米的速度上涨。最危险的是，下游是绵阳等人口密集区域，一旦堰塞湖突然溃坝，威胁的是上百万人。但问题是，地震导致道路全部中断，要想快速救灾，就必须要把重型机械运进去。这个时候，凭借着超强的载重能力，米26成了唯一能解决问题的方案。现在飞机正在吊挂重达13.2吨的大型的挖掘机，这台挖掘机将吊挂在飞机的底部，前往唐家山的堰塞湖。有2架米26投入了使用，一架是俄罗斯紧急援助的，另一架是中国飞龙航空公司的。这2架米26将各种挖掘机以及后勤物资运往前线，争分夺秒，加速抢险救灾工作。除了各种优异表现外，米26也保持着一个惨痛的记录。2002年8月19日，第2次车臣战争期间，一架俄罗斯空军的米26被车臣武装击落，坠机导致127人死亡，只有20人生还。这是直升机历史上最惨重的伤亡事件，但要怪也只能怪米26太能装了，总共塞了147人，和波音737一个水平了。那总的来说呢，虽然米26诞生之初是一款军用直升机，但在随后多年的发展中，它凭借着自己在性能上独一无二的优势，在民用领域大放异彩。凡是需要超强直升机的地方，就少不了米26的身影。这头来自苏联时期的钢铁巨兽，不必在战场上叱咤风云，也能用行动震撼全世界。尽管米26已经服役了40余年，但它依旧是全球直升机领域不可替代的王者。